大叔只是在走路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在看他的腿。他竟然在用手走路，还都是走的鹅卵石路面，这得有多疼啊！有人认为他可能双腿有残疾，不得不这么做。这时大叔却突然站了起来，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还有未愈合的伤口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都做了5年了，不仅不疼，做完还非常爽。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，大叔走的都很轻松，不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。即使在公司，他午休的方式也很特别，倒立睡觉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为啥会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呢？原来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必须要做手术。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，根本没钱看病，每天情绪低落，甚至得了抑郁症。处在绝望中的他，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这么一做就做了5年，慢慢的颈椎也不疼了。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，妻子还是很担心他，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果然颈椎恢复的不错。接着又给双手做了 CT， 因为有老茧作为护垫，长期倒立对手部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。医生表示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，可以坚持锻炼。听到这话，大叔更开心了，出了大门就一路用手走回了家。他在厕所偷偷装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他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关键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而且自己都会随手冲马桶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他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他现在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有次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这黑影有点似曾相识，这下他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厕所。不出意外，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偷偷安装了监控。一夜过后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猫干的。现在猫都会上厕所了吗？大叔无奈一笑，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，表情十分严肃。大叔说自己从来没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呢？专家表示，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学会用马桶了。大叔表示，如果它用完能冲一下就更好了。它的眼睛会流水晶，只要稍微翻下眼皮，一颗水晶就冒了出来，再翻一下又掉下来一颗，仔细一看，里面好像还有一颗。每当它哭的时候，水晶产生的更多，都不用挤，自己就能掉下来。水晶看着锋利无比，但它眼睛却丝毫没有受伤。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，一天大约会产8颗，大小形状各异，但都非常锋利。女孩说有天早上醒来，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，揉了几下就出来好几颗水晶一样的东西。父母赶紧送她去了医院，医生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后来还被电视采访过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希望可以买1颗，他们觉得这东西可以治病。女孩的父母刚开始很担心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发现女儿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，而且还能赚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个女孩眼睛里也会流水晶，这种现象是2个月前开始的。刚开始以为是眼睛里进了玻璃碎片，但这东西越流越多，几天就收集了1小盒，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能产出50颗，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没能找到原因，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他每天戴着头盔睡觉，虽然不舒服，但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他家猫是个流氓，每天晚上往他脸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后，悄咪咪蹲在旁边，直接往脸上呲。关键这猫有时候还上火，那味道简直了，主人很是崩溃。为啥这只猫会有2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温顺，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呢？主人也尝试过很多办法，甚至还打过它，都无济于事，实在没招了。他决定戴着头盔睡觉，因为实在不舒服，刚睡了一会就把头盔摘掉了。这就让小白逮到机会了，悄咪咪凑上来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确认主人睡着后，情不自禁的就往脸上呲。主人再次被浇醒，对小白一阵数落。医生也被小白的迷惑行为给逗乐了。仔细观察后，医生认为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，一直对主人撒尿，可能是因为主人一直没能理解他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呢？医生观察后说，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，而且它还是个社恐猫，所以经常会独自蜷缩在角落，一直撒尿是在表达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不满意，但并没有引起主人的注意。但当他往主人脸上撒尿时，会立刻得到回应。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主人理解自己。医生的建议是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，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。看得出来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。那现在他还会对主人撒尿吗？当天晚上等主人睡着后，小白又悄咪咪来到主人身边，但这次没有撒尿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好像在说，主人你终于懂我了。
这家人看电视必须要戴头盔，还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进入卧室也要戴上帽子和手套，拿着工具防身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家里有个猛兽，透过门缝才看清，这不就是只猫吗？这有啥好怕的？大叔说你可别小瞧它，接着展示了身上的伤口，说这些都是猫抓的。猫咪一直都很温顺，从3个月前开始性情大变，毫无征兆地向主人发起攻击，严重的时候脸上头上都被咬过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他们才戴着头盔看电视。可没过一会，躲在沙发下面的他发现了没有穿防护服的摄像小哥，接着发动攻击，死死咬住了大腿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把他关在卧室里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必须要进入卧室才能给他铲屎，所以大妈不得不又拿出了头盔，全副武装起来。刚打开门，猫咪就虎视眈眈地看着，随时准备对主人发起攻击。好好的猫咪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和主人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它是生完孩子后才开始这样的。当时怀了7胎，主人决定给它剖腹产，过程中有一只小猫不幸夭折，可没过几天又死掉3只。从那时起，它变得异常敏感，甚至开始攻击自己的孩子。为了小猫的安全，主人把猫都送人了。医生认为它在失去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，并且错误地认为这一切都是主人导致的，对主人产生了怨恨，才会出现这种反常举动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他提供一个舒服的生活环境，放上一些他喜欢的玩具，播放舒缓的音乐，让他感到放松，同时结合药物治疗。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又慢慢地接受了主人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死死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了上去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吗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地站上去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大家又给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好几分钟。这时公园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。大妈每天来餐厅却从不吃饭，老板却开心的不得了，只因大妈有个绝活，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，据说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家里的苍蝇见到他都吓尿了，只见他慢慢靠近，手掌微屈，突然发力，苍蝇就到手了。看着只是简单的挥挥手，摄像小哥觉得自己也可以，结果一只都没抓到。大妈看着小哥笨拙的手法微微一笑，说捉苍蝇其实很简单，首先要预判苍蝇的走位，苍蝇刚起飞的时候不太容易拐弯，手掌4指并拢，慢慢迎着他的头部靠过去，离苍蝇大概10公分时保持静止，等到他搓手的这一刻，迅速扫过去，就可以把他活捉了。抓到苍蝇后用力摇晃，等他迷迷糊糊了，猛地摔向地面，苍蝇就挂掉了。很快地上就收集了一堆。大妈处理苍蝇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，直接丢火里。家里时常会飘来一股鸡肉味，在大妈努力下，家里苍蝇日渐稀少。有时候实在手痒了，大妈还会免费给附近餐厅抓苍蝇，只要她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引得餐厅老板连连喝彩。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妈徒手抓得多。不得不说大妈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她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，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，外加一条毛巾。同事都觉得她有病，而她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。有多严重呢？大家做了个测验，不到3分钟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，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她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一湿一大片。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，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，方便随时换一双。因为手滑，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，想玩一会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，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，瞬间就浸湿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。小姐姐表示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。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做日料、手握寿司之类的。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那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，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。据大叔说，这西瓜成精了，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，瓜农也说这瓜保熟，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它就长出了嫩芽，生长速度肉眼可见。
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。自从西瓜发芽后，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。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，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，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最终冒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的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엄마야, 이 양반 왜 이런데요? 물이 너무 차가워요? 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！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啊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，你们真是造孽啊！凌晨3点，奶奶却不停地往地板上泼冰水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，还说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把平底锅放地板上，不开火就能把鸡蛋煎熟，水龙头流出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都能烫个水泡，在屋里站一会就会汗流浃背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真有可能会死。为啥会这么热呢？起初都以为是加热器出了故障，检查后发现加热器根本就没插电，所以不可能是加热器问题。大家又觉得那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，接着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奶奶热得根本睡不着，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有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异常高，即使在断电后，它仍在工作。看来这电表有问题啊！打开电表的瞬间火花四溅，原来这电表漏电了。专家说房子高温很有可能就跟漏电有关，随即对房子里里外外研究半天，终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。原来这房子是钢架结构的装配式简易房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随后维修人员找到粘在一起的电线，经过修复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家跟他来到寺庙，更是大开眼界，墙上全部贴满了美女照片。这些韩国女团他如数家珍，知道她们的名字以及热门歌曲，甚至记得她们的身高体重。身为佛门弟子，他一不念经二不打坐，整天就看女团跳舞。外人看到这个情况，都骂他花和尚，说他六根不净。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，偶然捡起一本佛经，结果爱不释手，就像发现了新世界，自此放下屠刀剃发出家。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让自己周围充满了负面磁场，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。此话怎讲？他说名人的磁场像星星一样强大纯净，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欢喜和安定。但他这种行为难免引来风言风语，随着非议越来越多，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。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，被迫离开了寺庙。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庙，取名龙宫佛寺，并自认方丈，继续自己的修行。他还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头上，围着寺庙摆了一圈，这一刻就是15年。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，这种迷惑行为咱确实看不懂。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好。男孩去配眼镜，却被医生要求看课文，他的反应让医生目瞪口呆。
机器显示他1秒就可以看2131个字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1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100页的书。学校里他只是简单的翻书，却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翻完书他竟然说看完了，同学们让他把故事讲出来，结果呢他还真就复述下来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节目组拿了本新书让他看，不到1分钟又看完了，随机提问和书有关的问题，结果全部回答正确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超能力。用专业仪器测算他的阅读速度，结果连专家都服了，阅读速度太快，差点连机器都无法识别。专家还发现他看书时大脑皮层异常活跃，表现出了更高的专注力，也就是说他看书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享受。一年看的书能堆满整间卧室，吃饭的时候看，上厕所的时候看，甚至连睡觉也。而这个没法看，那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超能力呢？男孩说自己在翻书的过程中，大脑会对每一页拍照，然后存储起来。为了彻底理解消化，看完书他要再复述一遍并且录音，这样来增强记忆。说实话，这种超能力我是不信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让节目组傻眼。这4位就是当地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村花的，竞选标准是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一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二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三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村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站上体重计，生怕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他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采访了村里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。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接着大家来到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女人又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，穿起来一看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要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很快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给妻子盛上一盆，没一会米饭就见了底。酒足饭饱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大家，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身材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造了专属座位。等妻子上车后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，大家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，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。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还差点得了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，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。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，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。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，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为一个修鞋的。
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，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输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两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一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，也就是说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，不过为了健康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，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，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。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锁扣非常结实，除非有人帮助，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。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，没人打开过锁扣，这就很诡异了。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，大家被惊醒，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，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。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。看着录像，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，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。这链子是有硬度的，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，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。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，但很明显，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，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。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它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？大家仔细检查了它的出走路线，发现它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，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，应该是本能驱使让它这样做。主人也很懂事，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1盒罐头，换上了新的锁扣，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大妈却开着22台风扇，一开就是24小时，还说不开就会死。房间内外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大妈就这样整晚守着监控。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她说家里有毒气，风扇呢可以让她避免受到伤害，说整个房子都会泄露毒气，尤其是地板和墙壁之间，把缝隙堵上后，味道呢反而越来越大。说着呢就掀开了地板，地板上呢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。怕大家不信，她突然又打开了监控，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着摩托车用针头往她家注入气体，墙上的洞就是证据，他会及时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呢又会出现新的洞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随后大家决定去问问邻居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结果邻居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，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。大妈则表示这个很明显就是冲她来的，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她，大妈也不知道。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呢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这样痛苦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半。然而记者在他家却始终没有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为了缓解他的焦虑，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大妈表示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阁楼。专家检测一番，还真发现了异常，确实有非常微量的煤气泄漏，不过呢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并没有任何其他有毒气体。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，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，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没办法了，大家提议今晚跟大妈一起住，不开风扇看会不会被毒死。结果一觉醒来，大妈神清气爽，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，而且呢睡得很香。她担心大家走了之后毒气又会重新袭来，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。虽然儿子之前建议她接受治疗，大妈却说自己没疯也没病，还生气地认为儿子不信任她。经过节目组不懈的劝说，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。通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表示这个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，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悲伤过度导致的。而且呢，之前和养鸡场的人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才开始怀疑养鸡场要害她。
经过长期的心理治疗，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土气了。最后呢，把风扇都去掉了，现在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了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黑猫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，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，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，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有个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上器材运动起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小时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节目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半个小时。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，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就多少有点诡异了，他在墙上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，只要一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，每过5分钟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。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不仅墙会响，地板也开始震动，尤其到了晚上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只有吃药才能睡觉的地步。主人说已经有3年没能好好睡觉了，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奇怪的是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，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，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。工作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。 뭐야 이거 뭐야? 声音远比想象的大，节目组猜测会不会是建筑工地的声音，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，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就在这时，专家发现楼下的水表管道有问题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专家关闭了水管，果然声音都没再出现。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再次出现。专家解释说，声音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，进而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装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，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就很诡异了。房子呢还是租的，才住进来半年而已，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，他怀疑自己住到了凶宅，难不成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？主人现在怕得很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只能憋到天亮。天亮后来到厕所，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。主人决定豁出去了，在厕所安装了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他家的猫。猫难道会上厕所？主人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咪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了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，表情十分严肃。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？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，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现在呢，如果厕所门关了，猫还会叫个不停。为了方便它上厕所，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，如果它能出马桶的话就更好了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啊，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
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，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，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，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。出来呢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，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，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。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，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哎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2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哎，真是见了鬼了。
了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，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天生就有2个胃，一次能吃100个肉夹馍，吃自助餐盘子都能堆到天花板。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课，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，接着来到路边摊又吃掉了10份烤冷面，这属于他的餐后甜点。这样下来一顿午餐就算吃完了，来到公司直接冲进了厕所，还说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别人臭。每天都是上班、餐馆、厕所3点一线。下班后他来到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垫垫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夹上3块，再放上一勺芥末，一口吞了下去，很快10斤肉就进肚子了。现在感觉有6分饱了。回家又做了一份辣酱拌饭，还加了1管芥末，说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辣。之所以这么能吃呢，是因为自己天生有2个胃。工作人员肯定不信啊，带他来到医院，医生也不信，从来没听说过有2个胃的人。接着给他做了胃镜检查，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2个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观察他的消化过程。当他吃下东西，胃部很快凸出来一大块。医生说其实他没有2个胃，只是他长期暴饮暴食，胃被撑大了1倍而已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控制饮食，小哥也表示会慢慢改变饮食习惯。之后他还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给大家传递健康的饮食理念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小哥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，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，上面长满了毛发，又粗又硬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非常扎手。小哥说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黑点，慢慢的就长成了一大片，甚至腿上也长了大大小小的黑痣，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，围观群众都看懵了。但小哥很大方，还主动让人摸摸看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小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不会刻意把黑痣隐藏起来，别人的指指点点小哥并不在意。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，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的嘲笑，都说他是怪胎，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，这让他很自卑。老师一直鼓励他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让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从那之后，他会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妈妈说之前家里穷啊，没钱给儿子看病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不过呢，节目组就是大气，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因为黑痣一直在生长，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。接着一番全面检查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。听到这话，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。我觉得小哥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家人更神奇，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按在凳子上，他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他却能转360度，还说一点都不疼，圆规画圆都不用倒手，一气呵成，洗碗也变得很方便，还上过节目，主持人都看懵了。然而他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医生说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要大，骨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这种技能好像还遗传，他女儿也能360度转动啊！不仅如此，他弟弟也有过人之处，弟弟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舌头轻轻松松可以舔到鼻子，如果借助外力的话，甚至能够碰到眼睛。和朋友一对比，比朋友的舌头长2倍，吃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干净，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舌头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一方面是有遗传原因，另一方面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，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，好像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，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家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，他就会打嗝。看到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节目组觉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认，还说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等容易打嗝的东西。问题是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她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啊，这个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，按摩过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这让大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问题不大，以后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慢慢就会变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打嗝
更严重，他一天24小时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，头发都掉光了。他得了高血压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头后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柠檬，都无济于事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就从那时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中枢神经，进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才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肿瘤之类的，但应该是良性的，有一种药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长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大叔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解决了大叔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乐，一口气就能干1瓶，家里摆满了各种可乐。然而喝可乐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治疗打嗝。大叔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嗝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必须要喝可乐打嗝才会停止，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重新打嗝，他必须不停地喝可乐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，暴瘦了几10斤。大叔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，一番测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大叔决定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번복하더라고요. 大叔干活时打嗝又开始了，身边没有可乐，只能把玉米杆捅进喉咙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晚上睡觉，大叔也要准备一个痒痒挠，打嗝的时候就要把它塞进嘴里，效果不明显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觉。来医院做了各项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这时大叔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8年前，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。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，每到凌晨3点50分，手机都会准时响起，而且手机会自己接听电话，电话那头一个女生一直重复说着我爱你。更奇怪的是，没有任何通话记录。刚开始呢，以为是手机有毛病，维修人员看了半天，却说一切正常，这很不科学。而且手机号是自己新办理的，除了家人，没人知道。大妈还说之前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，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，甚至得了恐慌症，浑身哆嗦，要吃药才能入睡。这诡异的现象每天上演。大叔说感觉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好像是鬼的恶作剧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第2天查看录像，手机依旧自动接听，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我爱你，依旧没有通话记录。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可思议，突然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，点开一看，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。大叔皱着眉头，一脸无辜，我不记得定过闹钟啊，但就算是闹钟的声音也不应该是女生啊。工作人员点开闹钟铃声一听，就是一直重复我爱你的女生语音，而且是录制的通话声音。工作人员认为这声音就是大叔和妻子通话时录下来的，声音就是妻子的，因为录制的声音会发生变化，所以没有听出来，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。下面小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这让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说之前一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。听完这句话，小哥当场就快吓尿了，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2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。没办法，节目组找来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问题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响了起来。这就很奇怪了，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傻子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细微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而且发现天桥上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专业仪器测量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也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，解决了小哥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的车又遇到了新问题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就会离奇失灵，触屏一点反应没有，但是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。而且在对向车道经过这个收费站，
导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个高速，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持续了好几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据他了解，这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啊，越想越害怕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？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测试，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一切正常。专家猜测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，随后用设备检查附近的无线电信号，没有任何发现，接着检查了导航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经过了解，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，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的方向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没想到啊，执行后导航正常了。这时专家看到远处的指示牌，瞬间恍然大悟，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。系统更新完再次经过收费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，原来啊，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，导致导航无法识别，崩溃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师。他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他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一勺汽水就这一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喝下一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，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，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大爷每天拿着一黑色笔记本，一到凌晨3点就独自来到这片墓地，对着坟墓喃喃自语。有人之前就经常看到他出入墓地，认为他手里拿的正是死亡笔记。这天凌晨大家刚来到墓地，果然就听到了说话声，还真看到了这位大爷。小哥刚想上前搭话，大爷却挥了挥手，转身向墓地深处走去，直到天亮才离开。即使在回家路上，大爷仍然在喃喃自语。大家实在好奇，问他到底在干啥，大爷却说自己在背诵韩国各地区的名字。至于为啥要在墓地背诵，是因为墓地比较安静，能够集中精力，而且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死亡笔记，而是个地区的邮政编码。小哥随机出了几个问题，大爷都对答如流，晨练的时候也要大声背诵，走到哪都能成为焦点，连狗狗都被他吸引了。跟他来到家里，墙上还贴满了要背诵的东西。大爷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呢？真是奇怪。既然喜欢背，大家给他出了个任务，1天时间内记住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名字。这下大爷有的忙了，先抄写了一遍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检查时间到，大爷还真磕磕巴巴地背了下来。至于为啥喜欢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大爷说自己有轻微的老年痴呆，想通过背诵来增强记忆。医院也去过了，医生说大爷的记忆力还不错，坚持背诵会大大改善老年痴呆的症状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7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。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，
每天都做噩梦。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。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就发生过义气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，村民都觉得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索命了。来到傍晚，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，准备全程记录。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，都在等那张脸出现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准时浮现，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越说越离谱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，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。走到鬼脸的位置，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，稍微波动下藤蔓，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。换了几个角度再看，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，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，树干成了鼻子，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，感觉可爱多了。他靠着文爸爸的臭袜子成功减肥，1年时间内竟然从160斤减到了98斤。他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还说刚脱下来冒着热气的袜子效果最好。之所以用这种奇葩的减肥方式，完全是因为那件事。直到最后瘦下来，我才知道她有多漂亮。她之前也是个苗条的女孩，22岁那年去海外留学，寄宿在当地的居民家里。这一家人呢都是重量级的，每顿都是大鱼大肉。她刚开始也很懵，因为本身不喜欢吃肉，但架不住主人的热情，就跟着吃了起来。加上听不懂英语，别人问他好不好吃，他只会说 yes。 主人以为他很喜欢吃肉，之后呢更是顿顿大鱼大肉。仅仅过了3个月，体重就增加了30斤，渐渐的也习惯了这种饮食方式。吃饭时他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碗。他尤其喜欢吃奶油，无论是烤肉还是零食，他都喜欢蘸上满满的奶油。慢慢的他发现之前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，肚子上的游泳圈也越来越明显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也不觉得自己胖，因为和当地朋友比起来，他属于是非常苗条的，而且当地男生就喜欢胖胖的女孩。于是呢，他想着继续增肥，把朋友当成了自己的目标，比之前吃的更夸张。1年时间内体重变成了160斤。果然凭借胖胖的身材，在酒吧还真被帅哥搭讪了。留学结束后，她迫切的想回国，给男朋友展示自己的魔鬼身材。就在她想和男友来个拥抱时，结果男友根本没认出来。男朋友震惊了，你谁啊？隔天男友就提出了分手，理由呢也非常直接啊，你太胖了。他终于明白自己这不叫微胖，而就是胖，发誓要减肥。于是呢开始运动，接着控制饮食，坚持了没几天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在放弃的边缘，突然传来了一股恶臭。抬头一看，就看到了爸爸的袜子。有这么臭吗？拿过来一闻，差点晕过去，瞬间就没了食欲，还不停的想吐。他突然灵光一现，通过闻臭袜子来控制食欲好像还不错。于是只要肚子饿了就去闻爸爸的臭袜子，刚脱下来的袜子效果最好，闻一下能顶一整天。再后来呢，他把臭袜子随身携带，父母吃饭他就闻臭袜子。就这样坚持用闻袜子的方式减肥，1年时间内他从160斤减到了98斤。之前的裤子穿在身上足足大了一大圈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这只是他个人的减肥方式，不一定正确，也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搞不好还容易肺部感染脚气。减肥呢量力而行，健健康康最重要。每当他一觉醒来，秋裤上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。更夸张的是，10天内就烂了8条裤子。就算是新买的秋裤，也是穿一条烂一条，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，破洞都出现在同一侧。最多的一条裤子有12个破洞，这些破洞大小不一，最大的有4厘米，最小的也有1厘米。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破洞出现的时间也没有任何规律，有时呢隔天出现，有时每天出现。更离奇的是，同睡一张床的丈夫裤子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妈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。出现这个情况后，还特意和老公换了位置，本以为就没事了，但她的秋裤还是每天都破。她觉得肯定是床上有什么小虫子，趁她睡觉的时候咬破的，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，但并没有找到任何虫子。她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，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，万万没想到裤子还是照样烂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几个老光棍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，他们猜来猜去，觉得这些洞很有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这也说不通啊，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裤子，偏偏只咬她的秋裤呢？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，整天呢就睡在卧室里。大妈还说，如果是老鼠咬的，自己不会一点感觉没有。这时又有村民提到，他家后面就是山林，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烂的？于是我们在山上进行了仔细的搜索，并且在房子周围都撒上了石灰。可是几天过去了，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村里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，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？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否定了，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，洞口边缘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大妈的腿也毫发无伤。村子里有300多户人家，为什么只在她身上发生了这种离奇事件？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？但她老公说，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，唯一的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，但窗户非常结实，根本不
可能有人能通过这里。一番调查分析下来，排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，依然找不到答案。大妈更慌了，秋裤依然每天破洞，最近还经常做噩梦，常常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在做梦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。最后我们找来了专家对着破洞研究了半天，看着破洞的边缘形状，专家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大妈觉得很搞笑，为啥老鼠不咬丈夫的秋裤呢？专家猜测说，老鼠可能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的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，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。最近频繁咬秋裤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，急需装修，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，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。他家天花板上不停地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不得已只能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孔封了起来，但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，比鲱鱼罐头还要臭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大妈给家里装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客厅、厨房、卧室各放1台，全天24小时开着，睡觉还要把净化器都搬到卧室里，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这臭味已经持续了3年，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大妈认为是楼上传下来的，但楼上好像并没人住。奇怪的是，半夜还总能听到高跟鞋走路的声音，想想都觉得诡异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带着专业设备来家检测，先检测了客厅天花板，接着又是厨房、卫生间，都没有检测到任何数值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个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这气味的数值超过了34。要知道啊，马桶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检查后才发现，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也就是说，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传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。解决了臭味问题，下面大叔又出现了难以解释的问题，他可以死而复生，他每天都要死一次，死之前还要做一番诡异的仪式，穿着奇怪的衣服，对着太阳不停地挥手，嘴里还一直念着奇怪的咒语，接着从悬崖上纵身一跃，跳进了大海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赶紧上前查看，看了一眼悬崖，差点尿裤子。悬崖有5层楼那么高，悬崖下的海浪非常狂野，礁石密布，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。然而却发现他一点事没有，正在从悬崖底上往上爬。他还说19年来每天都要做一次。问他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只是说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要爱你就来。哎，真的是奇怪，路人都觉得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肯定会死，但他说这也是有诀窍的，跳下去的瞬间手臂要张开，在接触到水面之前要将身体向后翻转，就可以尽量避免受到伤害。而且呢，跳崖时机很重要，要等海浪打过来才可以跳，让海浪充当气垫。但即使这样还是免不了受伤，腿上布满了伤痕，连后脑勺都有一条5厘米的伤疤。但就算遍体鳞伤，他还是坚持每天跳一次，慢慢的就跳成了网红，甚至还在悬崖旁边开了一间网红餐厅。最后呢，他也终于说出这样做的原因。原来在200年前，一位神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宗教信仰，由于世俗的压力，他们不得不分手。神父伤心欲绝，跳进了大海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爱情，真的是有够狂浪。而下面这家人遇到了更神奇的事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16年前的信，上面显示信件是2002年从美国寄来的，关键信还是自己写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自己根本没去过美国，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查看监控，发现信就是邮局的人送来的。母亲回家时顺手取了出来，虽然过去了16年，信件依旧保存完整，表面也干干净净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仔细想了想，终于想了起来，自己确实在美国留学过几天，信也确实是自己写的。记得当时发的是国际邮件，看着工作人员贴上的邮票，一切流程都没有错，但为什么16年后才送到？随后节目组去当地邮局咨询，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工作了3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另一个人猜测这封信可能漏在了某个犄角旮旯里，当时没有发现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来到美国当地邮局，邮局表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概率极小，很可能就是掉落到了某个座椅角落，或者卡在了分类机的缝隙里。之前呢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家人得知真相后长舒一口气，说去年还差点搬了新家，如果搬家了就再也收不到这封信了。那16年前的信上写了什么呢？原来是自己写给家人的生日祝福，这祝福属实有点晚了，他看着看着就哭了，那是回不去的青春啊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条小溪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感觉麻麻的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神奇的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全
全身酥麻，神清气爽，而且每天都会来泡一遍，有的还会把河水接回家，说这河水啊能治病。工作人员忍不住好奇摸了一下，瞬间感觉被电到了，接着摸了几块其他的石头，却并没有酥麻的感觉。整个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也被电了一下，真的是奇怪。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就发现了一间房子，刚想开门咨询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门上果然有电，而且看样子很久没有人住了。用电线把房子和旁边的石头连起来，电压竟然高达25伏，这就很反常了。电表拉闸后，电压接着就变成了0，而且那块石头也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在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短路位置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，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方式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刚解决完石头的问题，下面这个西瓜又发生了新的问题，医生竟然在给西瓜做 CT， 因为这个西瓜发芽了，明明买的时候好好的，仅仅过了1个晚上就长出了新芽，而且还在肉眼可见的生长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挤出来的，并且西瓜重量也变轻了。大叔说，自从西瓜开始发芽后，家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自己身体感觉年轻了不少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都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烧香磕头。周围村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震惊，这个村民就说自己活了25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，连这位种了50年西瓜的果农都是第一次听说。有人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，才会产生神奇的力量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。医生说，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。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也可能是瓜农使用了催熟剂导致了发芽，最终顶破表皮冒了出来。种子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说以后不会再给西瓜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然而发芽的还不止西瓜，下面这个更加不可思议，泡在酒里5年的人参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，根系也变得更加发达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价100万想要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啊，气色都变好了。然而药酒专家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，猜测可能是主人泡酒时加入了豆芽，把豆芽误以为是人参发芽了，但主人却说并没有往酒里加过豆芽，还展示了最初泡酒的照片。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因为朋友见过他泡酒，大叔给朋友打电话确认，朋友也说当时人参没有发芽。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节目组找到大学教授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教授说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教授猜测说，刚开始泡酒的人参是新鲜的，可能本身就已经长出了芽孢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孢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。还有个猜测是，瓶子的密封性不好，瓶内可能含有氧气，还未死掉的人参就有可能继续生长发芽。人参发芽的谜团终于被解开。好了，我是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，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，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，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没一会儿就被它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它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它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，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。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它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一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，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不过要论奇葩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每到深夜，酒吧里就会出现满地的便便，花盆里的土被刨了出来，卫生纸也被撕得粉碎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关键呢，钱也没有少。酒吧老板觉得这应该不是人，节目组决定近距离观察。等了好久，墙壁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一块泡沫板在自行移动，工作人员都快吓尿了，壮着胆子继续观察。这时一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只见它来到草坪上一阵翻滚，这也太舒服了吧。随后就开始找酒喝，黄鼠狼很警惕，时刻
刻都在观察门口的情况，但他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恼，决定用笼子把他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他上钩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他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但是呢并没完全钻进去，留了一半身体在外面，叼上一块食物就退了出来，这也太好吃了吧。吃完后没忍住又钻了进去，这次呢完全钻进了笼子里，吃完才发现中了圈套，对着入口一顿挠，没想到还真被他挠开了。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决定再试一次。黄鼠狼这次犹豫半天都不敢进去，但大鸡腿实在太香了，还是钻了进去。这次呢成功抓到了他，随后把他带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，即使睡觉也不摘，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。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了就会做噩梦，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。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，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诡异，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，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。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。第二天又见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终于摘下了面具，满头大汗。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来啊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，手脚不停出汗，以至于失误不断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无法弹琴，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，当起了快递员。偶然的一次，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，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现在戴上面具后，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感觉非常自在。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。第二天下班后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结束，他突然举起了牌子，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他决定摘掉面具，众人纷纷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紧张，不再恐惧，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。所以说，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